上周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啊，据说中共党员的数量到今年已经达到了9900万，距离1亿大关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啊。就在7月1号党的生日这一天中金公司有一个员工去世了，他的名字叫郑文禄，今年只有30岁。2天之后这郑文禄去世的信息就冲上了媒体的热搜。为什么郑文禄的去世会引起媒体这么广泛的关注呢？主要是围绕着郑文禄的去世有几个传言。第一个传言就说郑文禄是跳楼自杀的。你想想，郑文禄30岁今年，大家可以看照片长得还很漂亮，一个这么漂亮的年轻女孩子跳楼的方式自杀，多惨呐！所以很多人觉得不可接受而且很多人都议论，那为什么呀？为什么会导致这个人跳楼自杀呀？那么于是就有人讲了说郑文禄的去世是因为他2年前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的贷款最后成为了他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最后呢才这个绝望之间跳了楼。事情是怎么回事呢？有人就讲说这郑文禄是在浙江大学读了一个研究生，毕业之后呢进了中金公司。中金公司呢是中国最知名的投资银行那些券商也包括研究员这个收入都挺高的这郑文禄到了中金公司没多久，年薪也拿到了60万人民币。后来呢他就找了一个先生2个人结婚了，他先生的收入呢跟他也一样，也是60万所以这2个人加起来120万的收入虽然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生活但是120万的家庭收入应该来说也算是高收入了，人生赢家呀。你想想这2口子才30岁左右嘛，所以在2年前呢，这小2口一合计，所以想买房，就在上海的北外滩这个地方买了一套房子。北外滩这个地方在上海呢是寸土寸金的，房子的单价15、16万一平米，他们买的房子的面积也不是很大只有101平米，但总价呢有1600万。这小2口呢一凑钱交了480万的首付，然后又贷款了1100万。这1100万的贷款呢分30年还清，每个月呢要还到56000块钱的还款但是呢56000块钱一年也不到70万吗？那120万扣掉税扣掉房款还有好几十万，所以生活过得还可以但没想到到今年风云突变，怎么回事呢？首先是他们的房子跌了，一下子跌了30%，1600万跌掉30%，什么概念正好跌掉了他们的首付480万。你想想480万虽然他们的收入挺高的，一年120万但是呢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480万要这小2口4年不吃不喝才能赚回来，这对很多人来说，那我估计打击那是非常巨大的。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中金公司这2年由于这个经济效益不太好，就开始给员工反复降薪。网上也有这个信息就是这个员工的平均年薪从110万就已经降到70万了这郑文禄呢大概呢年收入从60万就降到了20-30万，这下可糟了。为什么呢？因为原先算计好的钱还完贷款，小2口还能剩几十万，现在一降薪之后他们把钱还完银行的贷款之后，可能就没什么钱自己生活了。但你想想，银行贷款那是刚性的你是没有办法不还的那你想想，这前2年的那个美好预期，现在一下子这个房子的贷款就变成了压垮他们生活的最后的一根稻草。于是这郑文禄就想不开了，就离开了人世他这个新闻发生之后这个中金公司就出来辟谣，说郑文禄这死不是跳楼自杀的，大家不要信谣传谣但对其他的信息都没有披露，只是说成立了一个善后工作组来关心家属。但是这个新闻呢，网上大家还是在热议。热议的主要内容呢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很多人就说这小2口不对，为什么呢？说你想想，你年收入100万，且不说你这个收入是不是可持续就算是你120万，你要买一个1600万的房子，贷款1100万，这也不合适你贷款1100万，你分30年还清，最后的是总房款差不多是3000万呢。这3000万块钱，你想想，你用你这个120万的年收入，你买你合适吗？肯定是不合适你是没有任何风险意识你买个700-800万的比较正常，你买一个1600万的房子，本身你就缺乏最起码的金融风险意识，而且你们还是做金融投资的，你做金融投资的，对本身你自身的风险都没有预期，那你不合格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很多人就讲了，
说中金公司啊，2023年、2024年对中国的经济一片看好，说是稳中向好，已经软着陆了。但是2023年、2024年的经济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讲，肯定是不太好，对不对？甚至是很不好。所以很多人就说，中金公司的这些对中国宏观经济的预期啊，没有符合经济这个状况啊，但是把自己的员工给骗了。你想想，郑文路如果没有看到这样的预期，他敢随便买1600万的房子吗？他或许就是认为他今年120万的年收入，到明年就180万了，到后年是200万了，所以这个1600万的房子他也不在乎，贷款1100万他们也觉得没什么。但是没想到呢，经济下行了，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跌了。所以你看到了吗？中金公司本身对中国经济预测的不靠谱，是实际上郑文路家庭悲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很多人就说了，大家也不要同情郑文路了，你看看你自己收入多少，人家那个收入跌下来还有20-30万呢，你们呢没跌的话，你看你有20-30万吗？这都是那些高级中产阶级本身的那些烦恼，你也不用太多付出同情心。所以啊，就这件事情我看了一下，很多人对郑文路的去世确实没有很多那种比如同情啊、悼念的那个意思啊，都是这些言论占了上风啊。那么我了解的信息啊，跟这些网上的议论呢，确实有一些不同啊。我了解的信息是，这郑文路啊是因为抑郁症去世的，并不是那个房贷的信息占主要。抑郁症啊，很多人不了解啊，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它不是由于你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导致的一种刺激反应。因为我们知道，人活着实际上要获得这种意义感和存在感，这是支持我们活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抑郁症患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特征啊，就是他没有办法获得外界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共情，导致他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丧失自己生存的意义感和存在感。关于抑郁症的成因啊，现在我们的现代医学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释啊，但是这个发病的过程现在已经基本描摹清楚了。所以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他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自身的疾病。因为据我听说啊，这郑文路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怀孕了，怀孕的过程中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抑郁症，最终想不开啊。但是呢，不可否认的是啊，假如说他那个房贷的事情是一个事实的话，那这个外界的刺激反应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那也算是最后推他一把的因素。我看了一下郑文路的这种经历啊，成长经历啊，我觉得这个孩子啊，确实还是挺优秀的。他在21岁的时候，我看他参加了一个环球课程，那个环球课程呢有120天，就是在那个环球的那个轮船上上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走遍了很多国家，到每一个国家去寻访。寻访的过程中，然后结合他们在船上的那个课程啊，来一起来讨论经济学上的一些问题。这个课程的费用也不低啊，20万人民币啊，那就说明他自己的家庭背景挺不错的，同时呢，他自己也非常上进啊。在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就能参加这样一个极具国际视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确确实实是今天中产阶级的样板，所以他今天的命运呢，从某种角度来讲，确实也是令人同情啊。但是啊，我想说的是啊，其实郑文路的去世啊，以及他背后的这种现状啊，很多人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他们自身的对生活状态的描摹和焦虑，才形成了郑文路去世之后的这样的一种舆论反应。因为不管怎么样，因为在过去的2年，中国经济的确在下行，很多资产价格确实是在打折，很多人确实是在这种房贷的压力之下，导致了一方面资产价格缩水，另外一方面呢，自己的收入下降，然后呢，对自己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双杀。所以很多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借助了郑文路的去世之后呢，描摹了一个自己的生活的这种状态。那这个描摹的这种状态啊，到底是一个暂时的还是长远的？那到底这是一个怎么说，是今天中国的图景呢，还是未来生活的图景呢？我们今天就着郑文路的去世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啊。在开展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要先讲一下，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喜欢买房。因为在过去很多人都说中国人尤其喜欢买房，是因为中国有个丈母娘经济，就结婚的时候丈母娘总是要求女婿买房，所以才导致了中国人就偏爱买房子，
其实你从全球的范围来看啊，中国人拥有的脂肪自有率啊，已经远远高出国际的平均水平了。但是我认为啊，其实这个归因是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愿意买房子，是因为过去30年的经验归因形成的经验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过去30年，中国人的资产增值速度最快的投资领域就是房地产，尤其是普通人。这普通人，如果你投资股票，你可能就血本无归了。但是如果你要是投资房地产，或者说你不是投资房地产，你就随随便便出于自己支住的需要买一个这个房子，那也构成了你的资产最大增值的这么一个路径。就拿我自己来讲，我过去曾经讲过啊，我当年在2000年的时候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50万人民币买的。然后呢，我在2年前我把它卖掉了，卖了700万，增值14倍。你要知道，我当年是没贷款啊，我要贷款的话，那增值的幅度可能就是30倍、40倍啊。那你想想，有什么样的投资可以用20年的时间增值14倍啊？就是这个倍数效应是非常非常恐怖的。所以在过去的这个几十年啊，中国人你只要买了房子，你的资产就增值了，而且大幅增值。如果你没买房子，就是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决定啊，你可能你的资产就跟别人比起来会以差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就是这么残酷。所以在过去几十年来，最正确的投资就是购买房地产。但是问题是，今天正门路所面临的这个局面，就是一方面资产价格在下跌，但另外一方面，这种巨大的房贷对我们构成了生活的压力，这是个暂时的现象吗？还是一个未来其实更可怕的现实的一个预兆呢？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要讲到，也就在上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叫《繁华渐逝，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这篇文章呢有3万字啊，在网上传了10个小时之后呢就被删除了。其实也好理解啊，因为你讲中国经济嘛，好，那肯定都可以。你要唱衰中国经济，你光看这个标题，说这个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那还能让它留着吗？所以呢，这篇文章就被咔嚓掉了。但是呢，我这2天我找来这篇文章读了一下啊，我觉得这篇文章里头讲述的这个理论本身非常有意思啊。不过也有人啊就讲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不靠谱，因为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寇文宏，他是一个投资基金的经理。大家一查说这个寇文宏过去这个投资经历啊非常之失败啊，说某一年还夺得了中国这基金投资经理人中间的倒数第1名，他那个基金管理呢一下亏了47%。你想想，都说这是有这功夫不去研究投资，然后写了3万字的文章，花14个月的时间，那你这个能解释你投资失败吗？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投资失败都归因于这个时代啊。我觉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我看这篇文章，我觉得其实寇文宏这篇文章主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人的观点，这个人呢叫做辜朝明。辜朝明呢在去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被追赶的经济体》。这辜朝明呢，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个台湾人，他呢家族还挺显赫的，就是我们那个原先最早的那个海基会的那个秘书长啊，辜振甫，汪辜会谈台湾那方面的代表，就是他的伯父。他呢出生在台湾但是后来在美国留学，回美国留学之后呢，在日本的野村证券呢做研究员，同时呢他也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的兼职教授啊。他早些年写过一本书啊，叫《大衰退》，就讲述美国历史上那个大衰退啊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去年的时候他就写了这本书叫《被追赶的经济体》。其实那本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介绍的这本书的观点啊。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点非常值得介绍一下。在这本书里头，他提出了一个观点，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是什么意思呢？他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被称之为城镇化阶段。你比如说市场经济工业化之前，那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嘛。所以最开始搞市场经济的时候呢，你就在城里头建工厂，于是农村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进入到城市。这个时候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沛，而你这个企业呢能够接受的这个工人数量比较少，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经济在持续增长，但另外一方面劳动力的价格不会上涨，也就是说这些农民工的收入不会增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供求本身决定的。于是呢，企业家会在这个阶段迅速积累财富，
所以他说在这个市场经济的第一个阶段呢，这个贫富分化是结构性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有创造性啊，这也可以解释，它不是说你市场干预或者政府干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由于劳动力的供求所导致的。他说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当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时候，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什么叫刘易斯拐点呢？就是你劳动力本身呢，你不可能源源不断的供给啊。一方面，你这城市化会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啊，那城市化结束了，你农村的那些廉价的劳动力就不存在了。另外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育儿成本的增长，城市的人不愿意生孩子，你是通过这种补贴、假期刺激都没有用的。所以呢，实际上你就会发现，所有工业化的国家都会出现少子化。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带来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的数量开始下降。那么在这种情况，由于经济繁荣啊，企业家一直在扩张啊，一直在投资啊，那么劳动力的供需之间发生了逆转。于是在这个时候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说这些蓝领工人的收入水平开始大幅上涨，因为这是供需之间决定的。这是第二个阶段，他把它称之为黄金期。在黄金期的时候呢，由于生产和消费会持续繁荣，也会导致资产价格持续繁荣，资产价格持续上涨，于是很多人会通过负债的方式去购买不动产。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被追赶的阶段。因为当你劳动力的价格到一定程度之后啊，这企业家就会发现啊，在这个国家里头做生意不太好做了，投资回报率开始下降了，他愿意把这个工厂转移到那些不发达的国家。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劳动力价格便宜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然后那些不发达国家本身又重新变成了那个追赶的那个经济体。这个故事又在其他国家里重新上演了一面。那么，当他这个不发达国家开始成为追赶体的时候，那你必然跟这些被追赶的经济体也会形成一种竞争啊，也会形成一种冲突啊。于是你就会发现，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啊，第一个变化的就是说，这个企业就不太敢借钱了，因为你的投资回报率降低了嘛。第二，资产价格的下降导致了这些市民、这些国民也开始还那些早年的贷款。于是呢，就会发现啊，他说随着利率的下降，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不负债了。他说讲日本历史上，在这个资产价格下跌的时候，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他说资产价格下跌了87%。然后呢，利率降到0的时候，企业都不去负债。他说，企业在这个阶段的经营策略由利润最大化改为了负债最小化，由此导致啊资产价格下跌，然后呢，你这个本身收入也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无论企业和个人都收缩消费，于是这就要被称之为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我觉得他这个分析框架本身是非常有道理的啊，因为它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的这改革开放这40年的繁荣期。在我看来啊，其实在2000年之前，中国可能就处于这个所谓的追赶期。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农民工源源不断的进入城市啊，虽然经济每年的 GDP 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没怎么增长，是吧？这个贫富分化在增加。到了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到 WTO，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出现。这20年进入到了中国的黄金期，也就是农民工的收入，或者说这个城市的蓝领的收入开始持续的增长，这是20年的繁荣期啊。然后资产价格也开始拼命的上涨，中国房价大幅上涨，实际上是从2000年开始的，经过了3轮的这个不停的上涨，于是呢，整个资产价格膨胀，每个人的收入都增长了，所以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啊。但是到了2022年的时候，情况变了。这是中国开始进入到第3个时期了。If you look at the Chinese flow of funds data, which is exactly the same data as the Japanese one, you notice that the Chinese companies actually stopped borrowing money 5 years before the bubble burst, starting from here, 2016, and then start reducing their borrowings. And because the household sector is still saving money, and the companies stopped borrowing money, the government had to come in to save the Chinese economy. So this green line is the government. This is all happening before the bubble. 那当企业不借钱的时候，那就说明他们认为中国的资产回报率开始下降了，而且他通过他的研究说，中国今天的名义利率已经高于自然利率了。那你想想，企业怎么会去贷款呢？不可能去贷款了。
是吧？所以呢，他就开始进入到了一种这种不借钱的状态。于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整个资产的价格也开始下跌。这是第3个阶段。那么，我觉得这3个阶段的分析本身是很有道理，而且他还讲到，对于中国的今天来讲啊，这个资产负债表的下跌比日本当年30年前还要凶险。为什么还要凶险呢？他说，今天的中国呢，跟西方国家有一个脱钩的问题。And of course, this decoupling or de-risking, the West composed of about 55% of global GDP, and they are the per capita GDP of the West on average is $60,000. So all the rich customers are there. If decoupling means you are losing access to this market and you're only left with that one, the non-West is about 27% of global GDP, but per capita GDP is only 14,000. So you lose your best customers, the richest customers, and you're stuck with the poor ones. Maybe that's why Chinese companies don't want to invest. Because if you invest the factories, invest the production, and then you suddenly you lose your market in those economies, then you'll be stuck with this overcapacity. 第2个方面，就中国的这个政策本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嘛，那就导致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间又有了更大的这个政策风险，那很多企业也不愿意在这投资嘛。那当然了，还是由于中国，在我看来啊，由于中国没有房产税，所以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实际上比很多国家还要严重啊。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实际上跟很多国家比起来还不完善呢。所以到了这个被追赶的时期，它会带来什么问题呢？首先我们就讲了资产价格下跌，这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犯罪率开始上升。大家可以看一下过去啊这40-50年中国的这个犯罪率的发展啊。我在中国做记者，我有印象，2000年之前呢，中国的犯罪率很高，社会冲突、社会矛盾也非常多，动不动哪个地方就出现群体性事件了。但是到了2000年之后，群体性事件开始大规模的降低。为什么？当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解体啊，包括农村啊，这3体5统啊取消啊，也包括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每个人都忙着发财，每个人都忙着赚钱，所以呢，社会矛盾自然就降低了。由于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人吃肉，有人喝汤，但大家都分到了好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社会矛盾降低了。但是，到了被追赶的经济体阶段，这个犯罪率可能会重新大幅提高，因为到了被追赶阶段的时候，一个是这个贫富分化会继续增长，因为那些被其他国家替代的那些产业啊和职业啊，很可能你的收入会下降，或者至少是停滞不前。但是呢，只有那些最有学习能力的企业和那些人才有可能提高收入，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贫富分化会继续拉开，所以他就为这个社会的犯罪提供了温床。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几天我做的苏州的节目，也包括辽宁的节目，那杀外国人的啊，中国政府的解释就是说，这些人不是针对外国人，但是呢，他是无差别的报复社会，随机事件。也包括前2天内蒙不是有一个人在村子里杀了5个人吗？还有这几天辽宁好像又出现一个人又杀了很多人。那么这些恶性犯罪事件的出现，即便它不是针对外国人，它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个危险的信号就是说，当这个社会进入到了经济持续下行的阶段，有一个群体里再也不可能通过经济增长分享到了好处，哪怕连汤都喝不上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犯罪率就会持续的上升。这个可能就是今天中国未来的途径，也就是被追赶的时期。当然，被追赶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是每个国家都要上演的故事啊。如果你能够迈过这个阶段，那你可能将来就会进入到一个发达国家的阶段里面去，也不至于跌落到中等收入陷阱啊。但问题是，今天的中国实际上仅仅人均 GDP 只有11000美元，还没有进入到发达国家呀，未富先老啊。所以今天中国的途径，如果要是政策处理不好，不能够为中国的经济的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那么未来等待中国的可能真的就是这个辜朝明所讲的被追赶的经济体所呈现的那样的一个途径。从这个角度来讲，那郑路文
他的去世啊所呈现的那个中产阶级的焦虑，可能就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这寇文宏啊，在这个腹背受敌的中国经济的最后啊，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啊，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它是改革释放的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广义技术进步等共同带来的。我们这些普通人恰好生活在这个时代，加上自己的努力，分享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但是啊，奇迹总是短暂的，繁华终将随风而逝。这么大一个经济体，不可能一直维持黄金时代，腹背受敌、被追赶才是常态。搞清楚这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可以让我们做出更优的选择。他说，个人的努力啊，在历史的大趋势面前不值一提。我觉得这段话，就网上很多人曾经说过，另外一个解释啊，其实跟着一个意思，就是历史的一粒沙呀，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可能就是一座山。就是在这个大时代的洪流中间，你赶上了那个繁荣时期，你的每一个选择可能就都是对的。但是当你赶上了一个被追赶的时代，你可能一个稍不留意的这么一个选择，就可能给你自己的家庭、给你自己的生活带来灭顶之灾。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我们怎么去迈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座山呢？他提的建议就是尽量看好自己的现金，少进行负债性的投资，无论是股票还是这个不动产。他作为一个基金经理啊，就只能提出这样一个忠告了。那至于这样的一个忠告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呢？那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但我想说的一句话，面对一个日益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呢采取一个更加保守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啊，可能这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吧。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